蘋果這周的春季新品連發還在繼續，繼手機和 iPad 之後，昨天官網又悄悄上架了全新的顯示器，常規迭代的新款 Studio Display 以及直接取代了老款 Pro Display XDR 的全新 Studio Display XDR。關於這兩款新品到底值不值得買呢？老規矩，先給大家交個底。如果你手持老款標準版的 Studio Display， 別急着換，這玩意兒就是擠牙膏。但如果你是眼饞老款 Pro Display XDR 的專業用戶，那這次的全新 XDR 版本絕對是真香。蘋果這次算是把底褲都給掏出來了。咱們先聊聊標價1599美刀的基礎款 Studio Display。說實話，看到參數那一刻，我差點以為蘋果是發錯網頁了。外觀模具原封不動，依舊還是27英寸的 5K。依舊是萬年不變的60赫茲刷新率和600尼特的最高亮度，這塊主傳面板可以說是被蘋果榨乾了最後一點商業價值，連 Mini LED 都沒捨得下放。如果你指望拿它來體驗極致的 HDR 高光，或者想要絲滑的高刷體驗，那我勸你直接把目光移開，它給不了你啊。當然，為了讓你覺得這錢花的不算太冤，蘋果還是稍微修補了一些短板。最大的痛點終於是解決了，那就是接口換上了雷電5。這意味着你終於可以順暢的串聯多台屏幕，這對於多屏工作者絕對是個解脫啊。另外就是給前置鏡頭加了一個俯視桌面的 Desktop View 功能，扬聲器低音稍微調教的更深层了一點。說白了，這就是個非常常規的底层接口擴展。但這次真正的杀手鐧呢，其實是那台大換血的全新 Studio Display XDR。大家還曾記得老款的 Pro Display XDR 吧？那個當年賣到4999美刀的啊，而且連個鐵疙瘩支架都要你單獨花999美刀去買，簡直是離譜到家了啊！而這次的新款 XDR 直接自帶支架，起售價硬生生給拉到了3299美刀。這台大換血的 Studio Display XDR 可以說是處處透着蘋果精準且殘忍的刀法，絕對值得好好我們去拆解一下。首先是大家最關心的屏幕素質，老款的 Pro Display XDR 是32英寸 6K， 而這次的新 XDR 縮小到了27英寸，分辨率是 5K 5120×2280，像素密度218 ppi。看似是尺寸縮水，但背光技術迎來了碾壓级的爆發，直接換上了2304個控光分区的 Mini LED 面板。這意味着它在播放 HDR 內容時，峰值亮度能飆到極其刺眼的2000尼特，日常 XDR 亮度也高達1000尼特。再加上 P3 和這次新增的 Adobe RGB 廣色域，這是10億色，色彩管理的精準度可以說是登峰造極。接下來是这台显示器最大的一個賣點，也是深藏最深的一個坑了，高刷新率。它終於配備了支持自適應同步的120赫茲刷新率，可以在47赫茲到120赫茲之間動態切換，打遊戲、做 3D 渲染都會異常的絲滑。但是啊，這裡有個極度硬核的限制條件，大家必須知道。根據蘋果的技術文檔顯示，如果你用的是搭載 M1、M2 甚至 M3 系列芯片的 Mac， 哪怕你是 M1 Ultra 或者是 M1 Max， 對不起啊，連接這台顯示器時会強制被鎖定在60赫茲。老芯片的帶寬似乎撐不起這塊屏幕的一個滿血高刷。不僅如此 ，Intel 芯片的 Mac 更是直接被開除了國籍啊，完全不兼容。想要真正體驗到120赫茲，你必須得準備好一併更新你的 Mac 主機了。在擴展性能上，佔未來的屬性拉滿，背面配備了2個帶寬高達120G 的雷電5接口，外加2個10G 的 USB-C 接口。其中上行的雷電接口支持高達140瓦的一個反向快充，這可是實打實能夠讓你的16寸 MacBook Pro 在高負載下也能夠滿血回電的一個功率啊！而且好消息是，包裝盒裡直接標配了一根雷電5 Pro 的一個數據線，這是沒讓你去單獨花錢買啊，還不錯。而在多媒體方面，老款 Pro Display 沒攝像頭、沒喇叭的尷尬徹底結束了啊！新款 XDR 繼承並升級了標準版的全套影音系統，內置支持桌面視圖的一個1200萬像素超廣角鏡頭，以及低音下潛升了30%的6扬聲器系統，開箱即用，再不用外接一堆線缆。
好，總結 Studio Display XDR 是一台參數炸裂、顯示效果頂級的生產力工具，但也暴露了蘋果通過外設來倒逼你換新 Mac 主機的一個野心啊！如果你是從事專業調色、HDR 剪輯的創作者，且手裡有最新的 Mac 設備，這台顯示器絕對是目前的一個夢中情品啊！大家對這台3000多刀的顯示器怎麼看？歡迎大家在彈幕裡給出你的答案。好，今天這期硬核解析就到這裡了，我是小鵬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